俄乌冲突期间，有一个国家很反常，这个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大战受伤最严重的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不仅大量接收了俄罗斯的难民，还搞得国内通胀居高不下。更倒霉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也遭到了池鱼之殃。西方制裁俄罗斯油气，也间接制裁了哈萨克斯坦。要知道，哈萨克斯坦的油气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通过俄罗斯的 CPC 里海石油管线，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之手倒卖给西方的。同一条管线出去的油气，西方哪分得清是哪国的？而油气出口占据哈萨克斯坦外汇的 50%， 因此哈萨克民间官方对俄都是歇斯底里。如果说俄乌冲突之后下一个跳船的将会是谁的话，那必然是中亚五国，其中带头的应该就是哈萨克斯坦。按理说，哈萨克斯坦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忠实小弟，它既是吉安组织成员国，同时也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但是哈萨克斯坦从官方到民间都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些哈萨克斯坦议员表示，俄罗斯的下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的对象可能就是哈萨克斯坦。民间就更夸张了，哈萨克族普遍同情乌克兰人，哈族人居然支援了乌克兰很多物资，包括帐篷、药品以及衣物等，就差没提供武器了。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表示哈萨克斯坦也需要去纳粹化，这话说得够直白的。其实俄哈矛盾由来已久，不止哈萨克斯坦，中亚五国都和俄罗斯同床异梦，只是被特殊的历史和地缘给绑定在一起了。首先就是历史原因，历史上沙俄侵占中亚的时候设立过草原总督府，俄罗斯历史上对新征服土地的那些民族从来都是杀掉那些不服的，然后镇压那些躁动的，把服了的收下来当打手。对中亚更是如此，大量充军，把这些人当炮灰。历史上东归英雄图尔扈特蒙古人就是因为一直被沙俄当炮灰，整个民族的青年一大半都被送去前线当炮灰。首领沃巴西一看这么下去，整个民族都有灭绝的可能，这才冒着损失一半人口的代价踏上漫长归途。到了苏联时期，中亚的突厥人臣服已久，政策也就温和多了。苏联按照民族划分了5个加盟共和国，但是为了让这些地区长治久安，苏联采取了掺沙子策略，大量移民其他民族到中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苏联解体的时候，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居然和第二大民族俄罗斯族占比差不多。如果苏联再延续20年，那哈萨克人就是少数民族了，其他的还有乌克兰族、塔塔尔族，更奇葩的是居然还有德意志民族。更加离谱的是，中亚几国的语言几乎被灭绝。哈萨克斯坦刚刚独立的时候，国内只有很少人会讲本民族语言，就连纳扎巴耶夫登基时发表演讲也是使用俄语。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一样，民族主义兴起，一夜之间很多前苏联官员变身伊斯兰的阿訇。老衲下去视察时，就连他都错愕不已，民族意识一夜之间觉醒了。于是最近这30年，哈萨克斯坦也一直在去俄化。首先就是语言，学校里面教学除了俄语区统一使用哈萨克语，甚至发生过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强迫俄罗斯族也要讲哈萨克语，只是后来被及时制止了。乌克兰有恃无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俄罗斯本来就是血亲，俄罗斯人要不是忍无可忍也不会下死手，但是对格鲁吉亚、哈萨克这些那可是一点也不手软。这段时间哈萨克斯坦国内支持乌克兰的占绝大多数，就是因为他们从乌克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帖子，哈萨克斯坦网友对比了中国哈萨克族和俄罗斯哈萨克族的区别。中国的哈萨克人是真正的哈萨克，不仅会本民族语言，而且各方面习俗都很传统，几乎和老祖宗差不多。俄罗斯的哈族那就是香蕉人，这一对比很容易和一个词文化灭绝联系起来。哈萨克和哥萨克都是自由人的意思，因此摆脱俄罗斯是基本所有前苏联加盟国的共同夙愿。只要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中亚国家都是人少地多资源足，守着聚宝盆却穷得冒泡，能够和俄罗斯一起过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早就想溜了，只是前面有一个超大号的拦路虎，比如哈萨克斯坦想要给中国卖油，但是俄罗斯屡次从中作梗，要求成立天然气联盟，连价格同盟都不算，是想阻断哈萨克斯坦本国的对外交流通道。再比如中吉乌铁路，俄罗斯阻挠了20年。当初苏联解体，靠近欧洲那边的国家早就想跑了，他们本身都是欧洲人，融入欧洲大家庭才是人家的千年梦想，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普京曾多次说过，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将来的归宿也是欧洲，不但想要加入欧盟，还想加入北约。
只是被现实狠狠打脸，中亚5国就尴尬了。本身长得就不太像欧洲人，但是在俄罗斯的影响下，一度也有一颗欧洲人的心脏。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有一个通病，一起看不上中国。中国人在那里投资真的是很难啊，经常被警察刁民们各种揩油，一直以来都不敢去做生意的。现在就要好多了，大概在10几年前吧，经常发生打砸中国厂子、阻挠中国企业施工的这种事情。究其原因，就是认为自己是苏联下的崽，中国是苏联的小弟，因此对中国乃至中国人都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过中国飞速发展，慢慢的被中国甩开了，心态也在悄悄然改变。眼看俄罗斯越混越穷，中亚的几个斯坦最初的选择是欧洲，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很多年前，2个在中国留学的法国小伙子决定骑车从中国回到法国，沿着前辈马可波罗的足迹来一次丝路之旅。经过中亚，他们发现中亚人对欧洲人异常热情，不仅吃喝不要钱，还动辄邀请他们住豪宅。一方面，中亚人确实普遍热情好客，更大的原因是对西方的崇拜，都想去欧洲开开眼界。民间如此，官方更是对欧洲心向往之。只是有一个困局，他们和欧洲之间隔着俄罗斯，想要和欧洲做买卖，必须经过俄罗斯的同意。例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也向欧洲出口油气，但是必须使用俄罗斯的管道。这条管道被称为 CPC 里海石油管线。这条管道说白了就是俄罗斯绑架哈萨克斯坦的工具。当初哈萨克斯坦想要把油气卖到欧洲，那就需要修建管道到黑海，然后通过海运卖到欧洲。理论上也可以走里海海底到阿塞拜疆，然后运到土耳其。那样的话，几个突厥国家就搞到了一起。这是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一直在阻挠。无奈的是，当地还有俄罗斯驻军，他们和日本面临相似的困境。例如土库曼一度也想修建管道，经过里海海底通往阿塞拜疆，然后到土耳其，就被俄罗斯利用里海的环境问题给搅黄了。俄罗斯一直视中亚为自己的后院，一直防止外来国家染指，东边防中国，西边防着土耳其。因此哈萨克斯坦只能选择俄罗斯的方案。 CPC 里海石油管线真的是非常坑啊，走的是哈萨克斯坦最北面的阿斯特拉罕沙地，沿着里海穿越北高加索，然后到黑海的出海口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完全被俄罗斯掌控着。哈萨克斯坦还被迫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彻底上了俄罗斯的船。只要俄罗斯看哈萨克斯坦不爽，就以管线维修为名给哈萨克斯坦上眼药，而且还非常不厚道的从哈萨克土库曼身上揩油。比如俄罗斯生产的油气按照品质可以分为乌拉尔原油、太平洋原油等等。俄罗斯利用里海的石油管线，把哈萨克斯坦生产的低硫高品质油和俄罗斯本地出产的高硫乌拉尔原油相混合，然后高价卖给欧洲。所谓的 CPC 混合油就是这么来的。俄罗斯是明火执仗的占哈萨克斯坦的便宜，只是这吃相实在是有点难看。对待另外一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更过分。我们都知道连接欧洲的俄罗斯北溪2号管道爆炸的事，其实俄罗斯也曾这么干过，不过是为了拿捏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探明的天然气储量是排在俄罗斯、伊朗、卡塔尔之后的第4大国。俄罗斯供应欧洲的天然气大约有 25% 是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俄罗斯从土库曼低价购买，然后高价卖给欧洲。土库曼斯坦每年通过乌兹别克的管线向俄罗斯出售420亿立方米天然气，1000立方米价格是100美元，但是经过俄罗斯一转手，卖到欧洲的价格是1000立方米250美元。俄罗斯这是在玩空手套白狼，土库曼还得求着俄罗斯购买，这么干也是没办法，没有自己的管道，无法独立自主。俄罗斯做的更过分的是，遇到油价走低的时候，倒卖天然气也就没有那么大油水了。这个时候为了自己少受损失，通常还会强制土库曼减产。土库曼那也是能源依赖很强的国家，减产的话，国内抗议声浪不断。俄罗斯多次这么搞，土库曼人哪能受得了？于是俄罗斯放了个大招，土库曼通往乌兹别克的天然气管线发生了爆炸，和北溪2号如出一辙。管道维修这事还只有俄罗斯人能干，多久能修好就看天然气价格的走向了。俄罗斯能反复的拿捏中亚，就是因为切断了中亚国家的对外交流通道，再加上苏联的余威尚存，让中亚国家老老实实的当了几十年的附庸。但是随着俄乌冲突打成了这样，苏联的余威已经被耗尽了，再加上俄罗斯经济这条船眼看就要沉底了，船上仅有的几个耗材也只有跳船这一条路了。这对中国倒是一个机会。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困境就是向西之路被阻断，基本原材料价格抬高了制造业的成本问题，这些西边的邻居可都有。
中国既然能把武器卖给巴基斯坦，为什么又要区别对待，故意冷落关系更好的朝鲜呢？最近就在中国新春佳节之际，一道喜讯突然从卡塔尔传回国内。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就在今年年初，受到主办国卡塔尔的邀请，巴基斯坦派出空军部队参加了一场多国联合演习。而此次巴基斯坦空军驾驶的正是前段时间中国刚刚顺利交付的歼10CE型战斗机。最终，中国出口的战斗机不辱使命，以9-0的夸张战绩取得完胜，让卡塔尔空军斥巨资购买的欧洲台风战斗机黯然失色。消息传回国内，顿时引得军迷们一片沸腾。而在欢欣鼓舞之余，就有一些朋友提议，应该把经过检验的歼10CE卖到更需要它的地方去，例如中国的唯一军事同盟国朝鲜。可面对这些军迷朋友的提议，军事专家们却罕见的集体给予否决。对此，有专家给出了3个理由，而最后一个最为致命。首先，第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战略部署。为什么巴基斯坦能够得到中国的武器呢？2022年3月11号，在巴基斯坦的卡姆拉空军基地，中国向巴基斯坦交付了首批6架歼10CE型战斗机。消息一经传出，顿时引得巴基斯坦国内一片沸腾。时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更是亲自到场迎接，发表演讲，也毫不吝啬对中国的感激之情。其实，作为一个军工业并不先进的国家，巴基斯坦进口国外武器的情况并不罕见。然而，像这一次接受歼10CE型战斗机时弄得如此隆重，却是寥寥无几。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一切都还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原来，就在这场交机仪式举行的前2天，刚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39事件。印度一枚波拉莫斯巡航导弹不慎落入了巴基斯坦境内。虽然这起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还是让巴基斯坦全国上下感到愤怒不已。所以在接收中国战机的现场，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才会特意强调，虽然巴基斯坦人民热爱和平，但如果有人敢对巴基斯坦有其他心思，那么我们也不会畏惧，一定会坚决反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就算没有这起误炸事件的发生，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可以说2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仇视早已是全世界默认的事实。但如果单单从2国的国力来看，印度几乎能够实现碾压巴基斯坦的局面。所以在多次的印巴冲突当中，印度基本都能够成为赢家，甚至在1965年的时候险些将巴基斯坦亡国。而之所以印度最后没能得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国的出手助援。实际上，虽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邻国，但比起巴基斯坦，印度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恶邻。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向外扩张的野心，直到今天还计划对中国的藏南图谋不轨，而且还总是使坏，在国际上给中国各种下绊子，希望着能把中国拉下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就极为重要。2015年，一位名叫张志坤的专家发表文章称，巴基斯坦事实上是抗衡印度的主力，有这个主力摆在那里，中国面向南亚大陆的战略就游刃有余。既如此，中国帮助巴基斯坦也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要讨论战略，中朝之间的关系显然比时不时还想亲近美国的巴基斯坦更铁。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厚此薄彼呢？事实上，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必须仔细比较巴基斯坦与朝鲜2个国家的不同。这也是第2个原因的所在，那就是朝鲜的未知性实在太大。据朝中社消息，2024年1月15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演讲中表示，朝鲜应该在宪法中将韩国定义为头号敌人和永远的敌人，并以此为根据声称应该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完全占领、平定和收复大韩民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朝鲜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展露对韩国的敌意了。早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朝鲜官方就公开宣布不再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同族兄弟，放弃长久以来实现半岛和平统一的奢望。当然，朝鲜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最主要的诱因还是美国的逼迫。在美日韩3国频繁挑衅的背景下，朝鲜只能被迫走出这一步。但不管怎么说，朝鲜半岛如果因此走向战争，绝对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需要注意的是，这份协议是一份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韩国一方都没有参与签署。前韩国外交部长卞荣泰曾公开叫嚣，韩国不认为有义务遵守停战协定。所以从客观上来说，现在的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暂时停战状态。如果现在双方有一方动手，战争随时都可以再次开始。而在半岛问题上，中国向来提倡用和平手段解决矛盾，维持半岛的稳定。正因为这样，中国不能像对巴基斯坦那样给朝鲜提供武器。其实说了这么多，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遗忘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不出售给朝鲜军事装备，却忽略了朝鲜到底会不会要。而如果熟悉现在朝鲜的情况，就算中国想将一些先进的装备卖给朝鲜，朝鲜也大概率会拒绝，除非中国白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朝鲜是真的穷。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歼 10C 型战斗机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朝鲜说不眼红那肯定是假的。毕竟现在朝鲜绝大多数的战斗机仍为苏联时期进口的苏25和苏7这些第一代、第二代战斗机。然而韩国军队在美国的武装之下，已经普遍装备第三代战斗机。于此背景之下，本来就担心遭到侵略的朝鲜，显然会非常希望进口一些新的战斗机来提升自己的空军力量。不过，在许多军事专家看来，朝鲜就算要进口中国战机，大概率也不会选择歼 10C， 而会选择中国空军退役的歼 10A。是因为歼 10A 更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其实朝鲜这么做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歼 10A 更便宜。目前虽然中国并未公布歼 10C 的具体出售价格，但根据一些军事专家的分析，其造价起码在5000万美元以上。而歼 10A 虽然同样没有明码标价，但通过此前巴基斯坦方面披露的消息，中国出售给巴基斯坦的枭龙 Block 3战机并不会超过4000万美元。因此类比之下，歼 10A 的价格大概率也会和枭龙 Block 3战机相差不大。购买歼 10A 对于朝鲜来说，显然压力会小很多。现如今，朝鲜的贫穷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在常年的先军政策影响下，尽管朝鲜在军事实力方面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但国内经济实在有些不堪入目，与南边的韩国更是比都不能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让朝鲜政府再花费高额的价格购买中国武器装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俗话说得好，亲兄弟还得明算账，让中国免费把武器送给朝鲜，那也不符合常理。于是便出现了中国把武器装备卖给巴铁，也不卖给朝鲜的情况。